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3种非富即贵的掌纹。我们都知道手掌上有3条主线，分别是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由于这3条主纹在手掌上的位置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手纹图案，其中川字掌、M 字掌、断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掌纹出现这3种情况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今天小酱汁老师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种掌纹的特征以及命运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1. 川字掌。俗话说呢，女穿事事福，男穿事事难，右穿代代福，左穿累累金。从手相学角度来看呢，这句话如何理解呢？男女有川字掌的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来告诉你。1. 川字掌的特征。手中3大主要线纹，生命线、感情线以及智慧线互不相合，从外形来看就有如一个川字一般，故而称之为川字掌。2. 女人川字掌。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个性独立，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很难依靠男人。若配偶或者子女的能力稍弱，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或者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宜配较自己年长的男性，又或者是异地姻缘，聚少离多，反而相处愉快。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之后发达起来。3. 男人川字掌。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自尊心超强，但同时他们也比较鲁莽，性子急，做事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有许多错误发生。在事业上，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成功，一生阻碍多，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到处碰壁，最终导致失败。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最好选择一个心细的人较为合适。另外呀，这类男性在性格上比较叛逆，自尊心极强，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作为单身人士来说呢，因为性格多半不被异性接受，所以晚婚的可能性较高。4. 川字掌的命运。古时认为川字掌的人刑克很重，不行父便行母，与父母亲缘分较薄。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顺从，即使与父母亲同住，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关怀与爱护，因此以过房养大，即跟随亲戚朋友长大，如祖父母、外公外婆一起，不宜与父母同住。不过呀，这也代表他们有机会早年离乡别井，往外地读书或者发展，与父母兄弟姊妹聚少离多。川字掌的男性容易事业有成，女性亦容易成为女强人，但因为个性强、脾气刚烈，因此不宜早婚。川字掌之人不分男女，大都是精明干练，喜自由自在，而且独立性强，胆子大，但容易感情用事，常常不计后果，与六亲缘分也很薄。所以呢，最好可以改变一下个性，不要一意孤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然呢，夫妻常常会有口角，甚至离异。2. M 掌纹。M 字形的手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掌纹，一般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这种掌纹。那这种手纹的人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1. M 字掌的特征。M 字手形手相由我们手中的生命线、智慧线、事业线和感情线所形成。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的其他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2. M 字掌纹的命运。有 M 字掌纹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者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
这种手相的人个性很热情，很有正义感，对朋友很讲义气，并且能在朋友苦恼、迷茫或者负能量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也能为他们指明方向，甚至能够毫不吝啬地批评他们。这样的人懂得自我激励，有自制力，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人眼光出色，直觉敏锐，不会被轻易蒙蔽，前途不可限量。3. 断掌。断掌的手相是一种不常见的手相，因此很多人对断掌的手相不太了解。相学常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是真的吗？断掌的人命运究竟如何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断掌的特征。我们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分别命名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如果其中2条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而为一，横贯手掌，我们将其称之为断掌。手相中呢，叫做通贯手纹。此外呀，尚有2种非典型的断掌，一种是感情线贯穿手掌，而另一种是智慧线横贯手掌。2. 男人断掌。男人断掌说明这个人头脑灵活，比较擅长把握机会。如果有事业线和太阳线，其在财富以及权力上将会获得很大成功。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感情或者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较强。3. 女人断掌。女人断掌这种手相的为人比较固执，你的性格比较成熟，比较独立，父母对你的帮助不大，凡事呢都要多靠自己，但你在感情方面不太顺利，要多加注意。婚姻上容易出现二婚的情况，要慎重考虑。4. 断掌的命运。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到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理性，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有利于事业发展。他们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软很厚则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同时呀，有断掌人的人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儿，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饶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在这个上容易惹到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到以上的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个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的时间，哪怕自己是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听完小江之老师今天所讲的内容，你对手纹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命运。但不论掌纹所蕴含的命运如何，我们都需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坚持努力，才能够有真正的好运和财。传统手相学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手掌形象判断出一个人的富贵贫穷。手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手相的变化代表着不同运势的改变，也就是未来命格的特征。而手掌中的纹理则是人运势的密码。如果你的手掌中生来就有以下5种罕见掌纹的话，预示你命中带财，大富大贵是早晚的事儿。1. 宝晕纹。什么是宝晕纹？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如日晕一样，就是宝晕纹。月为阴，主钱，故此纹主金银得财，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2. 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一生运势。宝晕纹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特殊掌纹，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果宝晕纹像环形，则此人可以封侯拜相；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
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3. 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正宫，正为雷，预示其人多数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4. 女人生有宝运纹不利婚姻。宝运纹因为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以不及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2. 金花印纹。什么是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视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2. 生有金花印纹的人一生运势。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人上人。若是出现在女子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成此纹可升贵妇。3. 不同部位的金花纹意义不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预示其人财运很旺，财源滚滚，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此人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所以一般成绩都不错，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才思敏捷，是写文章的好手。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如果太阳丘有金花印纹，此人会很有魄力，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预示其人可能是个糊涂官员。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男儿官运亨通，女子可以为官。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而且福配子孙。4. 亦有贵人相助的六花纹。与金花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形如六角小花，一般是单独出现，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少年成名，平步青云，多遇贵人相助，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光耀门楣，中年便可达到一定高度。换句话说，就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受人尊敬，是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但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霸道，做事很少听取别人意见，独断专行，可以说是优点和缺点相辅相成。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3. 宝镜纹。何为宝镜纹？所谓宝镜纹，顾名思义，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卷一卷，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之中。这种特殊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2. 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一生运势。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
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兑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获利丰厚。4. 验证纹。什么是验证纹？验证纹顾名思义，就像是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所以称之为验证纹。古书中对验证纹的图解有2种，第一条就是3条从生命线上升起并列线纹，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另外一种就是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的人字形纹并列线纹，也叫做验证纹。2. 生有验证纹的人一生运势。验证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人生有此纹能够发达富贵，必可进入朝中辅佐君主，深受君主器重，委以重任，名声远扬。在现代来看，如果你拥有类似手相的话，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生活富足，既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还能够获得升职加薪，委以重任，做出一番大事业。掌中生有验证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心直仁厚，清廉善心，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验证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被信任的概念，大都指代名气。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者倾向的领域。比如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导师、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将军等等。但实际成功与否并非一概而论，只是一种参考，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5. 祖弼纹。什么是祖弼纹？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以得长辈之庇荫，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取于坎宫，与手中事业线相连。2. 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是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要比别人高，所以可以免却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傲，适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好的作为。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好的面相、手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要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同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命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俗话说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把官做，九斗十斗享清福。实事真的是这样吗？指纹、掌纹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标志，就像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一样，指纹、掌纹也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是双胞胎，指纹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将会深度分析一下斗，什么是斗，什么是簸箕。如果仔细观察手指，你就会发现，人的指纹可以分为窝纹和流纹2种。窝纹中间是同心圆，也被称为斗；流纹则是开口的线条，也被称为簸箕，就是像我们扫地用的簸箕一样。也有地方把这种指纹叫做螺。根据形状的不同，古人就总结出了10指簸箕螺。穷富斗中求这句话，意思就是斗多的人生活比较富足，簸箕多的话，财运方面就不是很好了。毕竟斗是用来储存粮食的，簸箕有开口，存不住东西。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接下来我们看看有不同数量的斗都是什么命。1. 只有一个斗，左手只有一个，坚定并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是做伟大的事情的根本。但有时会太固执己见，
易遭受挫折，但失败后总会卷土重来。右手只有一个，有独立的人格，有强力的领导能力，偶尔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但是最终会成功。另外特别提醒，只有一个斗的人并不好争取财富，必须通过个人强力奋斗取得成功。2. 拥有2个斗，同一只手2个，这种人性情温柔，人际关系良好，但是有时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会有一些贵人可以在艰难时期为您提供帮助。分开2只手2个，性格开朗，好奇心强，事情往往急于求成。2个斗的人异性缘好，但总是很难看到真爱，适合在娱乐圈发展。3. 拥有3个斗，同一只手拥有3个，聪明、勤奋，并且多是中层领导，但也是顾家类型的人，对恋人和配偶终生有益。2只手的人属于全能，只要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就可以胜任各种工作。敏感性和理性适中，指纹稀少，运气好，是属于比较完美的配偶类型。4. 有4个斗，同一只手，表面清晰，内心孤单，以个人为中心，完美主义者，爱情有很多曲折。2只手的人低调，是个理性、才华的人，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你。更主要的是，爱情是顺风顺水，适合写作领域的发展。5. 拥有5个斗，同一只手个性很强，对现状永远不满意，所以很多事情都不令人满意。只有与1个斗的人、2个斗的人、3个斗的人和4个斗的人合作时，一切都会顺利进行。这种人对爱情不苛刻，一点点温柔就知足了。2只手，善良、善解人意、温顺和有耐力，好运方面也不错。在恋爱中，喜欢沉迷于异性的偶像。6. 拥有6个斗，左手比右手多一些，雄心勃勃，喜欢想、思考。青年之前不顺，中年过后好运飞涨，这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故乡外发展为理想场所，对异性的要求是矛盾的，最低也最高并存。左手少一些，右手多一些，经常情绪激动，自信和自卑同样并存，成功需要外部帮助。爱情是稳定的，没有过多的高潮，一生拥有幸福的生活。左右相等，很开朗，爱幻想，太多的担忧和缺乏安全性。实际上，这种指纹是幸运的，而且大多数都是杞人忧天，但是爱情上多有挫败感。7. 手掌拥有7个斗，左手多，右手少一些，脾气不太好，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将来定会成功。但您不适合当国王，只适合当宰相。另外一定记住，要在恋人和家庭上投入更多。拥有这种指纹的女人渴望对方是英雄，配偶纵使是普通的，但他们的生活也会安全幸福。右手多于左手，敏感类型，知道很多东西，但不想表达出来，有时狂热。他对骨子里的人很友善，但他总是被误解。当遇到不适当的异性时，2个人之间会不断发生冲突；当遇到正确的异性时，他们会一拍即合。8. 手掌拥有8个斗，左手掌多一些，右手掌少一些，似乎很平静，但实际上他很挑剔，有时快乐，有时忧郁，求好运，但是此时好运不来，但却会不经意间得到很多好运，感情丰富，而且身体健康。但是在恋爱中，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切实际。左手掌少一点，右手掌多一点，强烈的自尊心和野心，双重人格，与周围的人相比，运气总是不好的。但是只要您努力工作，您的结果注定会超过运气好的人。对爱情相当执着。左手掌与右手掌相等，善良，在中年以前运气很糟，需要1个斗相助，都会运气有大的转变。在爱情中常常幻想要多一些。9. 手掌拥有9个斗，左手掌多，右手掌少，热情、积极、理解力强，灵活、激动和富有同情心，不喜欢追人，喜欢被追。右手掌多于左手掌，理想崇高，
离现实最远，最适合成为情人。10指全为斗，这种人很有上进心、自尊，不愿意向别人投降，因此有时他们不合群，倾向于与他人发生冲突。由于这种个性，当情况顺利时，就可以非常顺利地完成工作；一旦形势变得艰难，他们往往会走自己的路，陷在牛角上，保持原状，拒绝接受失败，最后形成羚羊触帆、义无反顾的情况。具有10个斗的人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和自我中心感，他们有一定的个人理论，他们喜欢管理、指导和影响他人，他们经常坚持自己的见识，一旦决定了事情，就很难说服。吃软而不硬，只要确定了目标，就会有很强的野心，会全力以赴，没有达到目标就不会放弃，有遇到困难时适应和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行为和做事非常独立，重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希望他们能够被实施。10指全为簸箕，这种人是诚实的人，他们如实、真诚对待人，他们从不欺骗他人，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努力工作，脚踏实地。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灵活性和顽固性，所以他们多艰辛，无法顺风顺水，但最终他们会天随人愿。拥有此类指纹的女性具有温柔的个性和真诚的感情，尽管她们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会有一个幸福而甜蜜的家庭。10个手指为簸箕形图案的人具有服务的精神，易于交流，并愿意接受他人的建议，善于帮助他人，有时会忽略自己的内在需求，很难说不，害怕让别人失望，通常只有在为他人服务时才显示自己的技能和技巧成功，对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有自然同理心，日常生活中相对宽松、宽容，适应环境能力强，内心非常关心他人的情绪，高度协调，不喜欢冲突中，不愿干涉和支配他人，较强的观察能力，易于看清别人的优点，但容易忽略自己的亮点，高度敏感，非常关注自己的行为和位置在他人的思想中的影响，以及表现出公众期望的行为模式的行为，容易信任他人，很少有人怀疑他人的动机，因此很难找到他人行为背后的隐藏含义。手掌拥有10个斗的人和10个簸箕的人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他们必须忍受多年甚至几世的艰辛，才能换来下一世的结合，才能在一起生活。而且即使他们分离了，也不必再次喝孟婆汤，这样就可以终生铭记对方，永不分离。手掌拥有10个斗的人和手掌拥有10个簸箕的人具有完全互补的性格，一个人僵硬，一个人软，一个人主动，另一个人被动，互相吸引，在一起是十全十美。总之，这是最好的结合，在一起会很幸福。据不完全统计，簸箕与斗出现的概率为1:5，手掌10个手指全部为簸箕的概率为1:1024。然后是一个10手指全部为簸箕的女人和手掌中全部为斗的男士在一起的概率是1:10485796。民间歌谣来自生活经验，各地的民歌都说10个斗10个簸箕是吉祥与福气的完美结合，所以不要错过这样的人啊。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相数学上意味着富贵命，早晚会发财的好命手相。手相被认为是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一种面相学，虽然在成长过程中手相可能会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通常非常细微。掌纹预知命理的基础就是从天生的掌纹和后天变化的纹路中来分析一个人的风水运势走向。那么你知道招财进宝的手相是哪种吗？1. 星环，这个形状是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形成一个星星环状模样，就像是土星一样，有一个大大的环形。这样的手也是富贵之命，因为他们把握得住人生的财富，不会让财富从自己的手里溜走，是比较聚财的。
金星环线越长越有利，同时颜色要深厚，说明这个人福泽深厚，只要稍加努力，那以后一定取得好的成绩，财运也不错，他们能过上自己人生的理想生活。这个手相的人就是天生的富贵之命。2. 圆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圆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这样的现象挺少的，但是拥有这个手相的人，一身钱财不断，而且衣食无忧，因为总体的线条全部连起来，就像是一个元宝。这样的手相也算是聚宝盆，主要就是财运特别好，晚年生活得很幸福。3. 钱财纹，钱财纹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生活如果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什么都做不好。而拥有钱财纹，他们本身就挺会赚钱的，人生能遇到很多的机遇，只要牢牢把握这些机会，是可以发大财的。前提是要学会低调，这样的人哪怕不做生意，也能拥有好的工作，不用担心自己以后的生活。而且他们的性格是很上进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再加上运气的辅助，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4. 夫子眼，还有一手相叫做夫子眼，这类人是比较聪明的，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总是能轻易地洞察别人的情绪，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职场上如鱼得水，和领导关系比较好，智商也很高，算是智商和情商的完美结合者。正如名字所说，哪怕生意上的事情不顺利，但是他们文采斐然，可以写出很多好的小说或者是文学作品，也算是一条谋生之路，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企业也混得风生水起，可以把事情完成得天衣无缝。5. 一马平川，最后一种手相就是一马平川。用我们的话来理解，一马平川的时候，怎么可能是富贵的象征？毕竟平平无奇，就像是人的生活一样，一潭死水，没有半点涟漪。其实不是这样的，一马平川，一方面有弯弯绕绕的线，是指事业线。6. 太阳线，太阳线在无名指的下方，有一条从上往下延伸的线，这条线一般是天生的，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地位，所以也称为成功线。如果太阳线清晰又长的话，说明做事顺利，危难前总有贵人相助，能大富大贵。也有的人没有太阳线，但这并不代表生命中事业无果，只是稍有挫折。搜索图中水印，了解更多简单有效化解方法，因具体情况种类繁多，因太阳线的长短、深浅、弯曲方向都会有区别，也有不同寓意。7. 理财纹清晰，所谓的理财纹，就是指在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而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个人的偏财运势发展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容易发大钱，收入也会比较多，尤其是比较容易中大奖，或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得到的成就比较高，注定日后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个个都是富贵命，赚钱的本事都会比较高。8. 元宝纹，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指每一个人的手掌当中的纹路纵横交错，形成一个比较密闭的四边形或是梯形等，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人，个人的脑子长得非常的活络，钱财运势也会比较兴旺，拥有极强的赚钱的能力。他们不但能够聚财，而且也能够招财，个个都是成就大业的人，福气运势自然也不会少。9. 龙眼纹，在大拇指的第1节和第2节之间有一个椭圆形的纹路，在相学中被称之为龙眼纹。手上有这种纹路的人一般先天聪慧，容易少年成名或年少事业有成。这个类型的人在投资金融方面眼光独特，目光长远，前途一片光明。10. 凤眼纹，大拇指第1节节纹有3条，类似于一个眼睛形状的，为凤眼纹，或者在大拇指的第1节节纹有2条，合起来看似像一个口子。这2种在相学中都称之为夫子眼。有这2种纹的人一般为人聪慧敏捷，属青年才俊，
但这种人在工作中容易招惹小人，一生容易与佛学或其他宗教结缘。11. 领袖纹，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有2条平行的斜纹，被称作领袖纹。有这种纹的人一般有雄心、有抱负、有耐性、懂权谋、知进退，因此前途一片光明。这些人的领导能力从小就能够看出，在学生时代，他们就已经能够一呼百应，成为孩子王。12. 偏财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2节之间有网状纹或纹状错综复杂的纹路，称为偏财纹。有这种纹的人一般偏财运会不错，为人聪明灵敏，反应敏捷，对数字敏感，能够通过投资和经商来获得不错的收益。不过网状纹靠近第1指节会发达得早，靠近第2指节则会迟些。13. 手指并拢无缝隙，一双手平伸出来，手指并拢。如果说中间有很多的缝隙，可以透光，是会漏财的表现，表示存不住钱，赚再多也是左手进右手出。相反，如果手掌伸出来，手指并拢，中间没有一点缝隙的话，一般都表示此人财运好，不但会赚钱，而且还特别会存钱，不会随意挥霍钱财。手指间没缝隙的人，大多数都是理财高手，很会把家过日子，精打细算，从不浪费，能省就省。14. 手心低洼，所谓的手心低洼，就是指把手掌伸平，中间也会拥有明显的凹陷，尤其是把水放在手心当中，钱财也不会流走，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人，个人的聚财的能力比较强，此窝被称之为聚宝盆。他们的钱财运势旺盛，也拥有自己的赚钱的门路，身边的贵人多，收入积蓄都不会少，必定能够保证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少有烦恼。15. 整个手型比较细长，手指长，整个手型看起来比较细长，这类人在财运上从不干一些累的体力活，往往选择既收入高又轻松的职业，并且他们喜欢开支，享受生活。为了使自己不缺钱花，他们想法挣更多的钱，这类人属于收入多、开支多的人。16. 手掌颜色红润的人，伸开手掌，如果手掌苍白并且发硬，则代表着劳累辛苦，在钱财上比较紧张。如果是白白的手掌中有几分红润，这样的手相属于有福的手相，他们往往不需要多大的努力便会富有，从不缺钱花。最后我们来说说怎么看手相。有很多人知道自己有富贵的手纹后，竟然不知道如何看手相。首先来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看手相应该看左手还是右手？不少人都会说男左女右，其实左右手的在手相里代表意义为左先天，右后天。所谓左手先天，右手后天，比较白话的讲法就是说，右手的影响比重较高，左手影响力较小。或许可以这么说，右手在吉凶判断上占80%的影响力，左手在吉凶判断上具有20%的影响力。因此看手相时，主要靠右手来判断，然后再依据左手来做吉凶上的加减分。手相除了能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如何，也能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所谓手相看病，即通过手相的纹路、症状、特征来判断疾病。天天去医院检查不现实，那么就要学会自己做自己的医生。通过手相看病是最简单的自检方式之一。比如有肝病者，手掌面血色较淡，有暗红或紫斑，三财纹天、地、人纹多呈黄色或褐色，身体状态随指状出现而见感不佳。金星丘、月丘见斑点，多是肝病并发黄疸现象。有胆结石的人，金星丘、月丘崩胀隆起，肌肉丰满，肉厚而实，指甲有光泽，圆而厚，手掌整体带黄色。三财纹天、地、人纹比掌色浓而呈暗褐或灰色，颜色沉于线底，压之不退。所以说相学并不完全是迷信，辩证看待就好。这样的事情我们辩证看待，
毕竟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或许我们有很好的运气，但是自己不努力，这样的运气也是会被慢慢消磨掉的。所以人要懂得知足常乐，同时也要懂得前进。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